有个故事，我是你的胡姐姐，名字很好玩哈。有一个叫胡小林的姑娘，今年30岁，长得很漂亮，白白的皮肤，瓜子脸，一双大眼睛，并且还有长长弯弯的睫毛，就是一等一的漂亮。因此呢，这姑娘呢很有魅力，也很有男人缘。这几年呢，前后哈，这找了有8个男朋友，可是一个都没留下来。这姑娘呢自己也觉得挺纳闷，很郁闷。说我长得好，可是我人也对人好啊，我也是个很善良的人啊。我也希望说找到个如意郎君哈，将来相亲相爱，白头偕老，成家立业。何况父母总是跟在屁股后头催婚啊，对自己也着急，所以内心盼望着找个如意郎君就给他好好过日子。可是事实呢，正好相反。你说每谈一个到了1年半载，很奇怪，有些时候这个男生哈，总有个理由叫做离开，就离开他了。而有些理由就非常莫名其妙的。有的说我妈给我介绍个更好的，算命的时候咱俩不合适，等等各种理由吧。但是说来也怪，他自己有时候说一开始看这个男生哈，又高又帅，那个人个性又好，收入也不错，怎么没隔2个月之后，好像很快速的对这个男生就有厌恶感了，甚至是经常会把这个男生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哈，让他引发他巨大的情绪，而且持续不能平静下来。这样呢，使他对这个男生呢这个态度哈，就拒人于千里之外，就人家吓得都不敢接近他了，感觉像中了魔咒一样，就这个婚姻就不能谈成，是吧？不是人家跑，就是自己嫌弃对方。小林姑娘说，其中一个男朋友呢，就是在某种时候有几次，在光线不太明亮的地方，就是说看到小林就有点像恶魔一样的一个嘴脸。他跟我说，我说你们是吵架了吗？没有啊，都好好的呀。吓得对方就害怕。这个男朋友甚至还说，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他说偶尔会闻到他身上一种奇怪的味道。那小伙子也谈过女朋友哈，说别人女人身上没有的一种奇特的味道，不好闻。就这样，他就觉得一说起这个来就特别讨厌那个小伙子。更夸张的是，最后一任男友跟他认识几个月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瘦了10几公斤。原来是胖乎乎的哈，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一下变成瘦子，而且气色特别不好。这个小伙子妈妈就特别担心，就看医生，医生说没病，但是妈妈觉得不对头，就找了一位通灵人。然后通灵人一看见这个小伙子，就是说你身上有邪气，你和什么样的奇怪人交往了吗？说没有啊。那你女朋友呢？我女朋友挺好的，她不可能有邪气。那你把她照片给我看看。打开手机一看，就是她。这个人赶快离开，邪就从他那儿来的。吓得小伙子屁滚尿流啊，赶快捡葡萄园走人了。这是最后一任。这小林呢，受了这么多次情感上的叫断裂式的分手，连续了8个，叫谁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左思右想，尤其是最后分手的男朋友，从他妈妈嘴里说出来，说小林身上有邪气。邪气就好像《西游记》之中的妖精，觉得我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就是让他特别的不自在，甚至痛苦。但是他也暗暗想，难道我真的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其实他这些年来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偶尔在梦中经常见到一只狐狸。这个狐狸呢，有时候跟他聊天，有时候带他
去到不同的景色和地区去游玩，而且对他特别好，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看他可亲了。有一次还带他到一个特别幽暗的大森林，那个美丽的自然风光，再加上这个狐狸对他的精心的照顾呵护，却让他在梦中就觉得不解又很惊讶。他在看着这个狐狸的时候，狐狸早就猜透他的心思，就说：不用担心，小林，其实我是你的狐姐姐。啊，狐姐姐？对呀，我是你的狐姐姐。我们前世今生我们好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其实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呀。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你呢？我处处都惦记着你呢。我想到这儿，小林都不禁打个冷战。难道我是中邪了吗？难道是被只狐狸附体了？那之后呢，我就帮小林看了看他的综合的身世状况。我还真觉得他和狐狸是有缘分的，但是他并不是狐狸，就是他的前世和他的祖宗有好几代都是供所谓的叫保家仙，那么他家主要供的保家仙就是狐狸。那么有一世这个狐狸这个保家仙就是看上他了，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一世来说的话呢，这个保家仙的狐狸就特别的关注他。那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一些奇特的人，就是奇怪疾病的人呢，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被这个所谓灵魂附体的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于这个动物仙的附体。动物仙呢分各个地区的动物还不一样其实像一般按照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呢，通常是5仙有狐狸、老鼠、蛇、黄鼬就是黄鼠狼，还有刺猬这5种。那么再往发展一些地区是也有狼，还有熊，也遇到过老虎，再就是鬼，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修行和灵性的这个动物容易附体。那通常呢，如果是这种动物先附体那么在被附体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特征和行为上来说，会透露着与这个动物仙相似的一些相貌或者习惯的特征。像狐狸来说，是动物中很美丽的一种小动物，是不是但是呢，当这样的狐狸附体之后，所以它从肢体的动作形态上、眼神上，因为狐狸的那个眼型是很漂亮的，甚至气味上动作上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有点显露，尤其是它可能会对异性的吸引力上比一般的女人要高出若干倍来，因为它是被一个妖精附体。那妖精它是有它的方法、智慧、套路，所以通过动作、语言等等各种行为，就可能让不是很有定力的男性就会觉得哇，可遇到自己的真爱人，是吧？是非他不娶等等的，就是像勾魂一般的他简直是像得到一个超级魔咒、爱情魔法一样非常厉害的，就是具有这样的一种勾引式的攻击性。那我们讲呢，它这个外在特征，所以狐媚的眼神，甚至带有奇特的味道。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或者身体部位它发出不同的味道，你也不可能都去闻过，但是如果身上有这种动物仙的时候，你会闻到的其实是动物的让你不喜欢的味道，相对是比较臭的难闻的味道的时候，它一开始是绝对不习惯的。当然在这种某种特定的
环境和气氛下，他再一次或多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就像我们去马来西亚去吃榴莲一样，是吧？一开始一闻榴莲味儿，不行，得捏着鼻子避开这个区域。但是你千万别吃，你吃3回之后，我相信你能吃3000回。那么狐狸精的味道也是一样，修得不够的狐狸精，它的味道偶尔，比如说给它喝了一杯烈酒之后，它身上发出来的味道是非常难闻的。如果遇到这样，你还是要思考一下会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也不要误会哈，说我的现在的女朋友、男朋友，或者我家的结了婚的老公、老婆的，偶尔身体里发出了某个不好闻的味道，说一定是没修好的狐狸精。那么还有像得了一些怪病啊、糖尿病啊、肿瘤的时候哈，你的身体的味道不可能好闻，这个和狐狸精和妖精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是无法分辨的。刚才说修得不好的，那聪明人就会问，那修得好的狐狸精呢？修得好的狐狸精也好，蛇精也好，你还闻到特别香甜的，或者让你极度着迷的，直接就是香味，而一般人没有，在香水店也没有这个味儿，但是就是好闻。所以这个狐狸和动物仙的修行也分级别和境界，所以有的是怪味儿、臭味儿，有一种动物的味道，但是那个要小心，就算是香味儿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事。所以是不是这种动物仙的附体，不能从简单的味道来看待，其他的动物仙也会有它的特征的味道，但是每一种动物仙也都能修出香甜的味道。在正宗的大教派之中，佛教、道教，甚至是基督耶稣，他们很多修行者也是修得特别好吧，也身上带很奇妙的香味，也都有。那你说这两种香味是不是一种同等级别呢？不是，它因为它的修法内容不同，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动物仙的，它和这个修正法的来比的话是没得比的，它要低很多。在古代历史记载之中就从我所知道的关于狐狸精或者是狐狸精附体来到人世间想干的事情呢，其实多数都不是伤害，或者不是为了伤害而来的，而干嘛呢？他是在修炼，他是希望是说，有些狐狸精呢，他在来了之后，在借人体说话之后，帮助人类所谓解除一些痛苦，或者帮你解决一些事情。那么他用这些方法做功德，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法力，他希望修到更高的境界，他也希望自己长生不死，并且法力高强。他是为了这个，他不像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女狐狸精来就是勾引男人，就为了勾引男人而勾引，他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是要修行。那修行干嘛要勾引男人呢？讲白了就是吸取男人身上的精气神。像在古代描述之中呢，中国人是阴阳哲学嘛，他觉得男人身上有一股阳气，这个阳气就是所谓的生命的能量。那男人的生命能量呢，比女人更强壮一些，但是女人的生命能量呢，和男人生命能量相比的话呢，偏一点阴柔，但是更漫长，生命力更强一些。所以这两种能量是各有各的利益，但只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的是狐狸精一定是和女人合作，成为一个女狐狸精，完了再吸收男人，这是一般人的思维。但其实是雄性的、雌性的都有，就是有的某种男人极具这种蛊惑力他是妖媚的媚，那个魅力极具对女性的这个吸引力其实也是狐狸精。多数的狐狸精还是以女性的狐狸精的形式存在，但是真正这个狐狸精在女人身上来吸引男人，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狐狸就是女性的，说不定是男性的，它是为了吸收你的这个能量，
而对你的性别是不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所以大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种感觉呢，就像某个比喻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喝那个果汁买了一盒果汁，这我拿回来买了一盒，一吸完了，还和这个盒继续保留吗？一般就扔那一边了，是吧？再渴了再买一盒去，再吸啊。那么他对这个像小林前面的这个现象10年以来8个男生都各种原因离开了，有的是感受到吓到了，吓跑了，是吧？那有一些说，你看优秀他自己的感觉说，就从一个人来说他是有理性的，但是呢他之前供奉的这个狐狸呢也和他偶尔是合在一起的，偶尔是没有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合体的状态。所以生下小林自己的时候，他的思维呢就是对这个男生是特别好的，总希望我要成家立业，对不对？但是对这个男生突然之间很厌恶要排斥的时候呢，这是狐狸精来了，说这个男人的能量我已经吸光了，还要他干嘛呀？但是传达给小林的思维呢，说这个男的真恶心，真讨厌，你看上次为一个小事还骗我，他会把一个小事放大，变成他离开的理由嘛，变成厌恶这个男生的理由。其实目的就是把这个空瓶子扔掉，就是这个意思，就在做这个动作。但是胡小林自己是不清醒的，他自己不是个狐狸精，就是偶尔因为他们家和他家的祖上供的这个狐狸精偶尔的显现，是这样，也在借他的身体办事儿，所以他和这个狐狸精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其实属于被附体，就是附体的程度是不一样。那被狐狸精所给这个迷惑的人类什么身份都有，下至乞丐，就是逃荒要饭的农民，再往上一点医生、书生、文化人、小官员，上至皇帝，一样被狐狸精所给魅惑。尤其这个皇帝经常心想歪道的时候，心想歪道而不正正式式好好的去办公的时候，这时候各种妖精也能够去来诱惑他。妖精不会附到皇帝身上，这是肯定的皇帝的能量太强，但是一样会走到他的面前，会他产生一些事情。那你想狐狸精接触能量更强的人，对狐狸精有没有帮助呢？有呀。但是如果这个皇帝很正行正念呢，就是皇宫他都进不去。而皇帝天天心想邪念呢，各种的贪心欲望太多呢，鬼魂狐狸精各种妖精就趁虚而入，就有点像那个商纣王养妲己那段时间，是吧？那天上的那个妖精放了一群进去了，什么刺猬精、狐狸精、蛇精、狼精，什么都进去了，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要不然进不了皇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狐狸精所伤害的这个区域之广，身份之广，无所不包，这都有的。因为它是叫温柔的一枪对吧？你觉得是挺好的，像《西游记》之中有个小女子，长得也挺漂亮，腰也挺细，慢悠悠的给爹妈送饭，本来这个孝敬孩子，对不对？但是悟空一看呢，妖精变的，你妖精变个女子挡到我面前，肯定想伤害我师父，是吧？那个能量高强的正念的人，就和他是势不两立的，和妖邪之气势不两立。但是妖邪到一定程度也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你看这个白骨精不是那么容易打死的，对不对？你不一定能斗得过他。那蜘蛛精更难缠，是吧？所以很多妖精的邪门歪道也是挺厉害的。不是有句话，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从法力上来说，并不代表妖精法力就低了，但从根本的道，妖精是永远都不是正道，对不对？但是从具体的表现的方法上来说，时常是妖精还是很强大的，绝不可忽视的，这是事实就是怎样避免被这些妖精就给控制了别被他这个
妖媚的这个魅力给吸引的话呢，其实是真的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在偶尔这个与人接触当中，你总感觉这个没怎么接触呢，怎么对你的细腻就是你就不行了。见人两面说不见他就彻夜难眠啊，你就得小心一点。你是不是中了一种妖媚大法啊？不一定是附体哈，那也有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哈？用蛊惑大法，就是一种咒语啊，蛊惑的方法来获得爱情啊，什么获得什么朋友啊之类的，听说过吧哈？一样也都是有的。所以比如说他在一个南瓜上做了个法之后，把这个南瓜放到这个男生经常路过的那个路，他每天只要出门一定要从家门前那条门口那个路走出去嘛，就像一点像汽车感应器一样。所以很多存车的停车场的地方，你车开进来和开出去它有个感应，对不对？那个就是那样，你在这路过你就中降头了。结果那一天他没来，一个母猪来了，结果哎呀，那个母猪一直跟着他跑着，这有点像笑话哈。但是我们宁可信其有，这有很多这个民间巫术，它也挺厉害的。就是说那个人那么丑，那么下三滥，那么差劲的一个人，那么人品差的人，你怎么会爱上他？有时候你自己爱了他，给他生了孩子，你都不知道为啥，我怎么会爱上他呢？对不对？对，细想想你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爱上他之后，你就觉得他就是可爱的，就是这样，就中了爱情降。狐狸的魅力比爱情降还厉害，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当你看他两眼之后，很快觉得不行啊，我不见面难受哈。达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就是避免的方法。那么第一呢，你呢别看对方的眼睛，你看他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神交流的时候，他通过他的眼睛再通过你的眼睛把你的魂魄吸走，你肯定跟他走。你一闭眼睛说他的形象就在你跟前啊，所以古代有一些妖邪摄魂大法，就是用眼睛就把你吸走了。你看那个催眠术了吧？很多催眠师指着你，再加个声音，1、2、3，倒头就睡着。人清醒中就站那睡觉，或者倒在地上睡觉，对不对？你要懂得那个东西，就知道有那么强大的威力哈。这个妖媚的这个能量是更强啊，比那些催眠师可厉害。所以之前呢，我见过就是一只猫，它就用眼睛盯着看一只小鸟，就在树上盯了一会儿，那小鸟愣从树上给掉下来了，就像掉到那像受伤了一样，是晕乎的，就有点像被那个很厉害的催眠师哈，一下给你催眠了，你的魂都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这样的。猫能给这个鸟催眠，那狐狸和蛇呢，能给人整个催眠了，就是非常厉害。所以别看他的眼睛啊，记住哈。第二呢，避免身体的接触，比看他的眼睛还麻烦。咱们先说女人吧哈，妖媚的女人其实勾引你就是为了想陷害你嘛，就把你当果汁给喝了哈。她比如说通过递书、递笔、递手机啊、递咖啡杯，她其实递给你的时候故意碰到你的手，只要碰到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被电到了，被爱情电到了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哈。她是这样的妖媚，她就有这样的本事，只要碰到你的皮肤一下，你就会爱上她。那之后呢，就是她可能不是你结婚的对象，她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她可能是个人品道德最烂的一个人，她就是那个伪君子。你真要和他假设真结了婚的话，你就开始真正的受苦了，上当了，对吧？那么还有更多，不可能跟你结婚的，跟你玩2、3年，是吧？就是这样子，跟你玩耍的性质。但是普通的爱情玩耍还好，就怕
把你当果汁给你吸光了你的能量。被吸果汁吸能量的男女都有，但吸男的能量比女的会多一点就像喝果汁一样，这叫雄性果汁，这叫雌性果汁。其实雄性果汁能量可能会强一点，既然喝一次，干嘛不喝纯一点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哈？那说怎么样去预防辨认呢？就是除了说2个动作要小心之外呢，就是你心里头别想那些邪念。当你的就是这种贪欲心，就欲望心重的时候，这些妖邪那个时候就像上天给送到你面前一样，就来了。这种妖媚不是这一个女孩这妖媚的人就会在你的跟前会产生出来，也是你的能量给勾来的所以你的心要注意一点哈。那么还有呢，叫辟邪的方法。如果到好的道场之中去请一些辟邪的宝物，就大师傅加持过的什么念珠呀一些坠子呀，甚至一些各种材质的项链包括玻璃的都可以宝石的更好，项链戒指发卡还有古人呢还有在腰带上穿的玉玉钩玉，还有一些黄金本身也是辟邪我们现在还制作了亲手搓的一些叫八宝灵珠，全是辟邪的各种药的一个配方融合在这个珠子当中就戴在身上避开这些邪气。比如说别人看到同一个这个女人是狐狸精的话，被勾引了，你就很清醒的不被勾引，你对她也不会产生好感。就是这个辟邪的宝物产生了这个积极的防护作用。当然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有机会被修行高的大师傅灌顶加持过就更好，其实也能避开这些邪，也不被勾引。那这个小林姑娘呢就请教我之后呢我呢就帮她把她这个狐仙姐姐请走，我帮她安顿，把她请走就好了。她的所有的神智理性恢复到这个姑娘自己的一种完全叫自我的状态，小林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相信她还是聪明智慧的，那接下来的交男朋友也好，过日子也好，都是非常正常的。那如果像家里头有类似的情况自己的家人或者之前的长辈供过这些狐仙之类的那么自己之后说不想供了，你真正想说我不想供了，那怎么解决呢？一般在你家乡那个地区有类似这一类就是动物仙、保家仙之类这样的庙，找到那个庙里的负责人给人家请教一下，花点钱做点供养，说就讲清楚说我家里头之前传下来的，我们因为现在的信仰的原因等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不想再供了，也没时间供请他们帮着给收一收，解一解，就少花点钱，就是这样的专用的这样的庙，他就帮你给收走，就解决好，一般你就不会被干扰，不会来捣乱但是不要盲目的说把这个砸了，那个牌位给烧了等等的就是可能会惹怒一些所谓保家仙之类的那个也是叫大祸临头就会所以请教这个专门的这个店，这个相关的知识呢，我和大家就做一些交流，也好大家理解这些状态，就让我们人生呢能活得更好一些。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
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赎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